所一所采取，一所痴。情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。只一段锦绣纹饰，碧连理双枝，难寄托这相思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彩蝶花间自负，只就穿参差，剪不断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怎么跟我这么像？没人觉得奇怪吗？不过也是，都说侄女像姑姑嘛。她也一定惊讶吧？果然就是程程。糟糕！看到程程，你高兴什么？程程是我的。如今万民安乐，天下归心，唯有朕心不敢懈怠，故3年一期甄选秀子，可有解忧之人呢？回皇上，墨家八公子才艺出众，最为出挑。启禀圣上，堂儿见莫公子少言寡语，甚是无趣，怕是无才艺半君左右啊。莫公子舞剑才艺精湛，那不如让莫公子当场舞剑，也让其他的秀子心服口服啊。启禀皇上，二公主，大殿之上不宜舞刀弄枪，连城唯恐。无妨。是。
的香囊吗？怎么在你身上？皇上，莫连城私藏女子私物，行为不端，人赃并获，请皇上发落。莫连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请皇上明鉴，朕应该问香囊的主人是何时放下，准备移山之人又是何时放入，唯独不该问依规矩验过身的我。回皇上，这宫里准备的衣物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二公主的香囊，也自不会在臣的手中。你故意将茶水打翻在我身上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因为仰慕我，朕帮我更衣室拿走的？茶水是如何打翻，又是谁要求更衣？公主心里有数。皇上明鉴，今日之事疑点重重，诸事传出去，恐对后宫不利。今日种种，莫公子即便冤枉，也不应该继续参加选秀了。恳请皇上降旨，将其除名。事情还未水落石出，为何二公主如此容不得在下辩解？可这香囊终究是从你的衣袖中滑落的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难不成你想害皇上被世人非议吗？你，苏大人，彻查此事。遵旨。皇上圣明。墨家门风世代受人敬仰，今日竟被你一人所累。如今不仅全府上下遭人嘲笑，就连左邻右里的官宦人家也对你颇有微词。你觉得该当如何？父亲，八弟品行一向端正，此番御前失仪，其中定有误会。何况皇上不也在派人彻查此事吗？相信不日一定能水落石出。大哥说得对，待日后水落石出，看那些趁机泼脏水的人有何面目见人。14，你懂什么？都给我闭嘴！我在问他，没问你们。世人只愿相信自己所相信的，并以此为乐。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真相还以颜色。墨家已遭非议，真相还重要吗？你的对错不由你定，而是由皇上定夺。在皇上正式发落你之前，你便日日朝鲜难得，现在就去。是。八哥，你是说他偷了您的香包？会不会是因为你和皇上长得相像，所以他移情于你？不对啊，若是他不做出这种傻事，那便会顺利的进宫，何须移情？我和皇上长得像这事儿，估计全天下都知道。看来我以后也得假装一点都不奇怪才行。公主。哦，他是被人陷害的，我只不过是稍微的推波助澜了一下。为什么？会不是你们想拧巴了？你们就没有想过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因为皇上长得像我。公主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话。你不是神勇无敌的侍卫吗？怎么这么怂？不让公主祸从口出，也是属下保护公主的一部分。不过，不管他跟皇上有过什么，我只是略施小计，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小瞧。公主的谋略并无破绽，只是经您这么一闹，
八公子这次怕是高价无望了，幕府上上下下也会受到牵连。切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您想想，当世男子的名誉无不与前程息息相关，如果名节受到了损害，那就是断送前程，幕府的颜面也会因此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会被赶出家门？恐怕不止如此，因为对方是皇上，如果罪名坐实，轻则出家，重则被进猪笼。进猪笼？坏了，这次玩大了，恐怕是他那些兄弟们也要跟着遭殃。景欣，陪我去趟幕府，快！快到了没有啊？公主，前面就是幕府。樱花树，哎，快让他停下！还没到呢，快停下！停车！哎，公主。公主，我先去通报。那你先在这儿稍等。果真是天意如此。不管我来几次，我爱的人都在墙那边等着我。这回怎么这么顺利？原来是没有静心捣乱。静心呢？静心，静心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我先把我的。这身手，这流程，简直是太熟悉了。程程，程程，程程，是我，你快来接住我！这回表现还不错嘛。这些年带孩子，我这软开度都荒废了。程程，我下去了啊，你接住我啊，我来了。接住我啊！心动是最美刻，迷恋是条件漩涡，从打破隔膜到心甘堕落，往下走是鱼死网破，开的心犯的错。哎呀，莫连成，你竟然又眼看着我摔下来，每次都是这样，疼死我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爱到翻天覆地，为了眼前快乐，细水长流那份柔。哎，这谁呀？还张口就叫我檀儿，以前没见过啊，还挺帅。烟尘来晚了，没摔着吧？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无需担心，八弟素知你我情谊。啊，情谊？娶檀儿不是应该和莫一怀有情谊吗？这人刚才说他叫言尘，莫言尘，那莫一怀呢？有点乱，有点乱。檀儿。哦，你误会了，我来是为了……
我当然知道巴蒂的事是一场误会，你也亦是为此而来。快随我去正厅面见父亲吧。走。啊？哎。哎。公主呢？请。请稍等。哎，公主，锦溪，你刚刚去哪儿了呀？哎，一会儿再说。父亲，老夫参加二公主。公主殿下亲临寒舍，老夫未曾远迎，请公主殿下恕罪。父皇，差点忘了，他现在不是皇帝了，要习惯的事情可真多。莫大人，前辈，莫老先生。我此次前来，特意为了八公子选秀一事而来。此前都是误会，还连累贵府，实非所愿呐。公主的误会可真是给玄泽和墨家出了莫大的难题啊！我来就是特意告知大家，我愿意为此事负责，愿意为八公子负责。公主的意思，莫非是就不劳烦公主如此牺牲了？且不说你与我大哥是青梅竹马，况且连城尚未恢复名誉，即便你肯负责，也只不过是连同你的名誉一同毁了罢了，与墨家也无益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帮八公子、帮墨家恢复名誉的。那老夫就等待公主的好消息了。程程的事还没搞清楚，回不去东岳，见不到我的鱼儿，现在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要怎么才能帮程程恢复名誉啊？锦溪，我问你，当今东岳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一个人的光辉事迹快速流传？找一个说书人。对呀，干脆就给他编上一本《连城传》，再找一个全城上座率最高的说书人，全天滚动直播。现在立刻去办，明天必须上线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哎，等等，这样还是有点不够。你去找个石匠，找个刻字漂亮一点的，再找几个口齿清晰、聪明、记性好的小孩，给他们编成儿歌，让他们满城跑着说去。差不多了，快去吧。是。皇上责问大殿选秀一事的调查结果，于是今日请二位入宫，也好给二公主一个解释。却不知苏大人为何迟迟未能上报啊？是臣无能，还请再多容几日。臣肝脑涂地，定找到莫公子被诬陷的证据。皇上是让你查明真相。我知道真相。难道二公主找到了八公子私拿你香囊的证据了？真相就是莫连城是被诬陷的。可选秀当日极力指认莫连城的正是二公主啊。
塔儿当日一看那香囊从他怀中掉落，一时就气糊涂了。但是回去转念一想，这莫公子自小品行端正，东岳童叟皆知啊。这无凭无据的，怎么能就这么？本公主的香囊，可是皇上御赐的，囊中香粉一旦沾染，便7日不散。蝴蝶最喜此味。当日嫌疑最大的就是选秀的秀子们。若是想知道莫公子是否遭人构陷，又遭谁人构陷，只需让参加殿选的秀子们悉数到场，放出蝴蝶。蝴蝶所落之人，除了我，莫连城，那剩下的自然便是嫌疑最大的秀子了。为查明真相，此举确实可以一试。不用试了。这为什么要试啊？这八公子品行端正，人尽皆知，二公主都不追究了，这结局真是让人皆大欢喜啊！墨家乃开国功勋之后，皇上若是知道八公子恢复清誉，想必也会很欣慰吧。臣自会如实禀报。是臣无能，还是二公主明察秋毫，臣惭愧。唉，本公主一直都知道，苏大人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。可是，若皇上身边之人有心生忌妒、诬陷旁人的恶行，还是不能小觑呀。那是，公主所言极是。那卑职也先告退了。皇上，照您的吩咐，我已召他2人进宫。据属下查证，苏月拉胞弟苏景元确有构陷嫌疑。苏月拉留着，对朕还有用。至于他的胞弟，一律惩处。你也认为曲堂儿殿选一事，替莫连城开脱是为了讨好朕吗？想来，二公主殿选指认莫连城，应该只是个误会。毕竟她平时对陛下一向是非常恭敬的。都在啊，正好正好。公主，怎么样？我不仅在宫中帮你洗刷了冤屈，在这大街小巷也轻松帮你恢复了名誉，气不气喜？一匹吧。好好想想怎么谢我吧。那二公主真是有心了，我莫连城的美誉，怕是在整个东岳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了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？塔儿，外面茶馆里说书的，满街念歌谣的孩童，还有那个牌匾，都是你做的。是啊，我这不是帮他反黑，歌功颂德，一条龙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是今日上街，八弟看到这些之后，脸色一直不好。既然二公主已经帮连城恢复了清誉，皇上必定会维护联系，就不劳二公主费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着嫁入后宫呢？那连城就不叨扰大哥与二公主了。告辞。你，塔儿，八弟看似冷若冰霜，
实则面冷心热，你就不要生他的气了。渴坏了吧？喝杯茶吧。啊，对了，我刚想起来，我还有政务要忙。那要不我们改日再去？好，既然有政务要忙，言晨就不强留了。嗯，好，我送你。不必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想甩了我没门！14，站住！刚才送我们家静心什么呢？见过公主殿下。你现在还排行14吗？啊？还？我一直排行14啊。不对呀，这东院的男人只能嫁给一个女人，这一个女子慢慢生养，岂不是说你比莫连成和莫言晨都要小很多了？我有好几个哥哥都是双生的，二公主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呀？啊？双生？这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。看来为了生个女孩，真的是拼了老命了。嗯，我一直想问，你那其他的13个哥哥呢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我哪有13个哥哥？还有一个是姐姐。姐姐？嗯，又多了一个不认识的人。那你有没有一个哥哥叫莫一怀的？没有啊。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父亲曾说过，大哥之前有一个哥哥刚出生便过继给别人了，当时取的好像就是这个名字。二公主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啊，怪不得，曲檀儿是和莫言晨青梅竹马。我得先回去了，二公主请恕罪。静心，你们俩什么时候有意思的？谁啊？哪有什么意思啊？还瞒我？你和14啊？那不还是因为4小跟着公主出入莫府，一来二去认识而已。莫大人对她管束颇为严格的。公主，你可不要误会了14公子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他早晚是你的人。公主以前不都让我注意些，不让坏了14公子的清誉吗？如今怎么又说这些话？想什么呢？回家。连城参见皇上。坐，给朕揉揉肩吧。哼，有静心从早到晚的帮我守着宫门，这个莫连成就别想进宫去勾搭别人。他敢来，我就敢去捣乱。小毒虫，没门儿！公主，怎么？有情况啊？回禀公主，宫门来报，八公子进宫了。什么？哎，公主，你不能去，万一皇上和八公子有正事相谈呢？好了，静心，你盯了一天也累了，赶紧下班吧。我倒要看看。这大半夜的能有什么正经事要谈？啊，辛苦了。哎，最近这公主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一样？怎么总跟八公子过不去啊？我为什么觉得你比从前聪明了许多？
请恕罪。住手！快放开！咱可对皇上无礼。无碍，只是茶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误会了。程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误会，他怎么了？要不要请太医啊？不必，连城一时受到惊吓，惊扰了皇上。堂儿为何此时来朕的寝宫？堂儿近日难以入睡，本想来观文阁借些古籍助眠，没想到在宫中小道遇到了可疑之人，堂儿担心圣上安危，一时情急，便赶来寝宫，恳请圣上恕罪。哦，堂儿还真是为朕着想。禀皇上，那个可疑之人是我。连城深陷非议，又深夜进宫，怕连累了皇上的声誉，这才绕路观文阁。想不到惊扰了二公主。那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堂儿就先告退了。你也一并退下吧。连城告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那二公主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打扰你和女皇。嘿嘿嘿，你笑什么？堂儿什么时候如此大方，连自己的夫君都舍得让了？程程，程程，真的是你吗？那你之前为什么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？我从墙上掉下来，你也不说接着我一点。不对，之前没有别人在的时候，你也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。难道你是故意整我？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我记得前尘往事，语言竟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轮回彩蝶花千字赋，只就春参差，剪不断，共缠绵，是生是死。怎么了？磕着牙了？还请二公主自重。莫连城，我是谁？您是东院二公主，和我大哥莫言辰从小青梅竹马，请二公主不要朝三暮四。怎么回事？你又不认识我了？我这想问的还都没问清楚呢，什么情况？兄弟，是你先主动亲的我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我的确不记得是如何从寝宫中出来的，又是如何与他，只记得到寝宫中寻找地令，怎会单单少了这片刻的记忆？醒来的这几个月，第一次有这样的状况，是否跟之前的失忆有关？你想清楚了吗？二公主，休得胡言乱语。好，就当是我胡说，就当是我这小体格强行把你拽过来轻薄的。
那你想怎样？不论二公主今日因何原因来滋扰，日后都不要再做了，否则连城会觉得二公主别有目的。若无他事，连城就先告退了。莫非与我和唐儿当初一样，共用一个身体？这下可麻烦了。亭亭如玉若牵挂，古城是唏嘘。驰骋人间是潇洒，往后看有人在谈。一场花雨妖娆了四季，风花雪月多时候想起。还记得往事占据着心间有多细，谁辗转心上是不及。若是你陪我走入一场戏，从今夕到未知的风景，共沐雨3000里皆不离，只为一人之你，全忘了自己。只愿你此生唯有我不弃，越是空眼动也会找到你，追随着生生岁岁脚印，刻下几道铭心，永世不分离。